很多人在家做紅燒肉，就直接下鍋焯水燒了，這樣做出來紅燒肉啊，不僅腥味重，而且還不入味。今天我就教你們在家裡用最簡單的調味料，做出最好吃的紅燒肉。今天我们就從選肉開始啊，做紅燒肉我們首選這種五花三層的下五花，因為這種肥瘦相間，燒出來的紅燒肉啊，口感比較好。我們這裡的五花肉啊，16塊錢一斤，這裡是65塊錢。買回來的豬肉啊，不用過多處理，我們首先把鍋給它燒燙，燒到鍋的表面微微發白，有多燙呢？把手放在上面，感覺到已經很烤手就可以了。我們把豬皮朝下，這麼做的目的呢，第一是可以去除豬的雜毛和異味，第二呢是還可以起到一個養鍋潤鍋的目的，待會兒煎肉的時候啊不容易粘鍋。豬皮呢，我們就給它燙成這種微微的焦黃就可以了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加入清水啊，給它浸泡個15分鐘。燙好皮的豬肉，我們只需要拿菜刀輕輕的一刮，表面的油污就可以很好的刮下來了。現在呢，我們把肉放在水裡給它煮一下，定型。待會兒啊，切的時候啊更加的好切。再放上幾片薑和一個蔥節，給它去腥。再來上點花雕酒啊，水開以後，我們給它煮個20分鐘就可以了啊。這個煮肉的浮沫呢，咱們一定要及時給它撇乾淨啊，不然待會兒粘在肉上面也是很腥氣的。煮好肉呢，咱們給它撈出來，放進溫水裡面洗一洗。但是你們一定要記住啊，千萬不能放在冷水裡洗啊，放在冷水裡面洗的話，肉會一冷一熱一收縮，肉就會發柴，咬不動的。切肉就很簡單了啊，你的嘴巴有多大，肉就給它切多大。很多人在家裡啊，不管是煎魚還是煎肉，都容易粘鍋。其實啊，是你接下來這一步沒有做好。我們現在只需要把鍋燒得微微發白，然後倒入適量的食用油，給它潤一下。潤好鍋的油呢，我們現在給它倒回去。這一步呢，也叫做熱鍋涼油。你不管是煎個魚、煎個肉，它都不粘鍋的。我們再來少許的食用油啊。緊接着放入改好刀的五花肉啊。五花肉放下去以後，我們不要馬上動它，因為家裡的煤氣灶火力都比較小。我們只需要慢慢的煎，慢慢的烤，把五花肉的油脂啊，慢慢的給它煎出來就可以了。一面煎好以後，咱们給它翻過來煎另外一面啊。如果你瘦肉太多的話呢，也不要煎得太老。如果煎得太老的話呢，肉也會發老發柴，咬不動的。五花肉就給它煎成這種表面微微發黃發焦就可以了啊。多餘的豬油呢，咱們給它倒出來，留個炒個青菜也是非常香的啊。油脂咱們一定要給它控乾淨啊，不然最後你收汁收不緊，顏色也會上不去的。現在啊，我們在鍋裡來上個半勺水啊，再來上個半勺糖，水和糖的比例是1比1啊，再來上一點點的食用油。中火把水燒開以後，我們改成小火來慢慢的熬它。水燒開以後，我們改最小火來熬它啊。如果你火太大的話呢，鍋的旁邊的糖它會發焦發苦的。等到鍋中糖由大氣泡變成小氣泡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就是掛霜狀態啊。我們繼續接着熬。這個時候鍋中的糖已經變成香油色了啊。這個時候就是可以做些拔絲的菜品的時候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火候不用變，繼續接着熬。這個時候全程把火關掉，鍋中呢已經氣泡慢慢已經消失了，馬上就變成糖色了啊。鍋中的大氣泡已經變成小氣泡了。這個時候我們把肉給它放進去。然後我們給它翻拌均勻啊，讓五花肉表面都均勻的掛滿糖色。這個時候咱們加入清水，水我們就給它加到和肉持平就可以了啊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準備了蔥、薑、八角和香葉，咱們給它放裡面。調味就很簡單了啊，我們來上少許的生抽醬油，老抽醬油也給它少來個幾滴，調個顏色。調味就很簡單了啊，味精給它來上個一奶奶，白糖給它來上個2勺，鹽給它來上一點點就可以了啊。這個時候我們蓋上鍋蓋啊，中小火燒個5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。趁着燉肉的時間啊，咱們來煎一個虎皮鵪鶉蛋。鵪鶉蛋我們就給它煎成這種微微的發皺，顏色成金黃色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時間差不多了，給你們看看這個顏色是不是很哇塞。現在我們把煎好的鵪鶉蛋給它放下去啊，再燉個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現在給你們看看這個紅燒肉燒蛋蛋有沒有驚豔到你啊？100分的話，你們給我打幾分呢？最後再撒上迷人的小蔥花，哇，這個顏色絕了呀！紅燒肉你就像我這樣做，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膩。